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小正题，我们今天聊聊汪精卫啊。很多历史学家啊，包括文史爱好者啊，一直想给汪精卫翻案。很多文人啊、政治人物啊，都觉得汪精卫当汉奸呢说不通，理论上说不通。当汉奸啊，无非你比如说尹汝耕那种，那是纯汉奸。当汉奸无非是为名或者为利啊，或者贪生怕死。那汪精卫这三样都不靠啊。为名，我操，这世界上还有人比汪精卫年轻有名望吗？没有啊，整个民国无出其右者。那为利，汪精卫已经有了，他老婆家里边首付，他自己也不差钱，给日本人当汉奸，日本人也没有更多的钱给汪精卫啊。那贪生怕死，那就更扯不着了。汪精卫跟日本人在一起，那他妈才整天有人要杀他呢。他不跟日本人在一起，他完全可以远走高飞。汪精卫老润，动不动就走，所以这什么情况啊？那汪精卫呢，长得仪表堂堂，文采飞扬，又有名又有利，全民敬仰。而且汪精卫这个人，关键是他一贯不图名不图利，甚至他连色都不好。那么这一辈子老老实实跟他那个大仇老婆就是陈璧君在一起，个人修为极高。那这样的人要当汉奸，那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老王南行宇宙有个历史观，就但凡逻辑说不通的地方，一定是有隐情的，一定是有你不知道的东西的。那么我们无论他印的多么冠冕堂皇啊，是什么共产党的课本，还是国民党的课本啊，还是什么 GPT 都没有用啊！我们要翻出它的真相来，就要按逻辑进行推演。按照中华民族在两岸三地的这个传统观念呢，汪精卫是没有可能被翻案的，因为汪精卫翻案他就是政治不正确。有一些主流史学家只是为汪精卫说几句好话，那就被打为道德制高点的一些卫道士们打为汉奸的帮凶。所以呢，在汪精卫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有不同的声音的。但凡老不愁就是 gay， 那不是，汪精卫不是啊。斯坦福大学的历史教授啊，约翰·亨特·博伊尔啊 ，John Hunter Boyle， 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边呢，对汪精卫呢揭开了一个面纱啊。这是我今天隆重向大家推荐的一本书。这本书是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这个人呢也是斯坦福的历史教授，专门研究中国日本中日战争史的。所以这是个老外啊，这个美国人，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括弧1937到1945），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北京能买到啊，在图书馆也能借到。这本书在中国没有进，这就是可笑的地方啊！国共两党虽然一方面印假的历史课本，但另一方面呢，国共两党并不进一些这种深宅大院里边教授出的书比如说斯坦福的历史教授写的这种专业书，他认为啊，国共两党可能都认为这个能看的老百姓很少，没有什么影响啊。专业历史学者可能才看，专业历史学者都是体制内的，他看明白了，他也不会说破的。这本书呢是纸质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读纸质书。今天在酒桌上啊，我跟弟兄们聊天，我就说人类是在退化的。有了 ChatGPT 啊，或者有了这个什么 OpenAI 之后，人类大幅度的退化啊，只会检索生成文章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读的是纸书，纸书是非常简单的，纸书翻起来很轻松的，而且你做索引啊，做备注啊，拿笔在旁边勾勒啊，都非常方便。但是我要是想看完一本电子书的话，我要用10倍于纸书的时间。书名是啥没听到？操！书名是我今天的封面啊，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啊，这本书好有意思极了，你听这名就有意思。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就是汉奸百科大全。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到1945年汉奸百科大全。那作者呢，首先给你打开一个全亚洲的史观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史观。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啊，动不动就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其实世界很大，中国只是东亚。如果放在斯坦福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教授的，他绝对是站在美国看亚洲的这么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所谓的汉奸已经不是中国的专利了啊！在二战这个前期，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汉奸。举例非常生动，菲律宾是个那就叫非奸吧，那不能叫汉奸啊。
菲律宾就是非奸最多的地方，因为菲律宾之前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当日本打败了美国，占领了菲律宾之后呢，大批的菲律宾人呢面临这个抉择，所以大批的菲律宾达官显贵与日本人合作。那么在菲律宾是否有非奸这一说呢？是否都把他们正法了吗？让我们看看美国人回到菲律宾以后，麦克阿瑟回到菲律宾，说我胡子歪了，想给我扶正是吧？好吧，我往哪边歪了呀？行了吗？好了，那菲律宾人，你别给我捣乱啊！菲律宾的非奸是这样的：当有权决定菲律宾对敌合作者，就是非奸的命运的人来了的时候，这个人是谁呢？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带的专门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奥斯敏纳。奥斯敏纳是专门在二战后菲律宾捉非奸的人。奥斯敏纳说，对所有的菲律宾人说，衡量菲律宾人是否忠诚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是否当过日本人的官，而在于当日本人官的动机和他在职位时的行为。你们听出来菲律宾这个抓奸的这个等于是大法官吧，他比老蒋国共的高了吗？他说菲律宾给日本人伪政府当官的人本身不，这个行为本身没毛病啊，而在看你给日本人当官的时候，你的动机，你为什么给日本人当官和你的行动啊，你在当官的时候你干了些什么？比如菲律宾的书中说这个人叫做曼纽尔罗哈斯，实际上他的百度或者谷歌的名字叫曼努埃尔罗哈斯阿库纳曼努埃尔罗哈斯，和日本的合作就有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这个人在战争的时候，二战的时候供应日本陆军大米采购，他是菲律宾的日本大米供应商的董事长。日本人请他当菲律宾总统，就是日伪菲律宾总统，他拒绝了，但是他接受了日本要求他当的菲律宾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他接受了。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利用他的显赫地位，他有钱有势，使菲律宾共和国在日本治下的菲律宾伪共和国的声望有所提高。而且呢，他居然在这个宪法里边把提到大东亚共荣圈的那一段话删掉了，就是日本人提出的菲律宾宪法有大东亚共荣的内容，他给删掉了。日本人强烈要求写进去，然后他不同意，最后他成功了。那么最后战争的最后时间，当日本要求菲律宾对美宣战时，哈罗斯说服了那些反对派。什么反对派呢？就是日本人的反对派。日本人的反对派不同意菲律宾组织菲律宾人部队对美国宣战。哈罗斯对这些菲律宾的热血青年们说，不要公然抗拒日本人的要求。与此同时呢，也就是说他跟日本人来软的，他呢拒绝了日本人要求建立这个军队的立刻行动的要求啊，所以他做出一个骑墙的选择，就是他同意菲律宾政府对美国宣战，但是他反对菲律宾组成纯菲律宾人的军队对美国进行作战啊，这是他当时的态度。麦克阿瑟在回到菲律宾之前，麦克阿瑟曾经在战船上宣誓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忠的菲律宾人。那么罗哈斯在跟麦克阿瑟见面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出乎意料的热情地拥抱了他。所以由于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原谅和支持，罗哈斯于1946年担任了战后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战后是汉奸。这最能说明菲律宾人对于汉奸的态度了。那么还有一位菲律宾人，可能比菲律宾总统更具备说服力啊，因为他叫何塞劳雷尔。何塞劳雷尔是菲律宾在日本统治时期的那个日本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说，那就是无论如何他都是汉奸了，因为他就是菲律宾日本共和国的总统本人。在日本被占领后，他被控100多条叛国罪，但是在接受法庭审判以前，直接获得了赦免，直接当选为参议员，并且在随后的罗哈斯卸任总统之后，1949年的新一任总统大选中，几乎
获得了成功，差点又当上总统。直到今天，你在菲律宾马尼拉这个菲律宾政府大厅里边，仍然能看到历届总统雕像上面的劳雷尔总统的位置。就是说，劳雷尔总统完全没有受影响，还是总统，还在受到菲律宾人民的纪念，没判任何刑，100多条叛国罪无一成立。这就是说了菲律宾人对于非奸的态度啊！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一期节目，实际上是要颠覆大家的所谓的国共两党的惯的历史课本观啊。所以开始我给你们举别的小朋友家的例子啊，你们家小朋友经常挨父母打，你就相信这孩子不打是长不大的。那我们就先说说你们家界比隔壁啊，小飞家，菲律宾应该道德上不会比你们高多少吧？啊，文化上应该不会比你们进步多少吧？您看菲律宾日本总统啊，伪总统是啥下场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给你们举的例子啊，继续颠覆你们的历史常识。印度尼西亚，大家知道印度尼西亚有个大独裁者啊，叫苏加诺。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苏加诺可不是美国人扶植上去的，苏加诺是跟日本人就合作了。在日本2战占领印度尼西亚期间，苏加诺对日本人非常友好。很配合啊，苏加诺的自己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对于亚洲人能把一个欧洲殖民国家打败的壮观场面，在心理上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由此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白种主人和一般的白种人并不是天生就高我们一等的，我们亚洲人可以很容易把他们撵走。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印度尼西亚的领袖们被日本占领者允许同印度尼西亚的群众保持接触，这种接触是在荷兰统治时期从来不被允许的。你们可能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吧？就是在荷兰白人统治印尼的时候，印尼的本地的领导人是不允许见他们的人民的。比如他们在印尼统治时期不允许到乡村旅行，不允许使用无线电，不允许召集人民大会啊，就是集会。但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一切都可以。日本人表现出了非常谦和和宽怀的统治风格。苏加诺说，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以前无法去的那些地区去了解那里复杂的民情时，印度尼西亚的占领军总司令金村将军居然会把飞机借给我，让我无偿使用他的飞机，并且让我使用日本人控制的报社发行报纸，随便说我想说的话。他允许我去召集印度尼西亚群众聚集在一起听我讲话。从日本人接管印度尼西亚开始，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啊，说菲律宾啊，印尼开始，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和脸孔，也为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所熟悉。我不能不为此感谢日本人。日本人自然是决心依靠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来更有效地统治印度尼西亚，使之适应日本的战时经济，特别是在强迫印度尼西亚劳工和组织农民交售大米方面，日本人需要印尼人的帮助。而日本人来征服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几乎没带什么政府人员，因此日本人非常大度地让印度尼西亚人自己去填补以前由荷兰人所垄断和管理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正如一名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后来所写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以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荷兰的殖民官员拥有的技能完全是印度尼西亚自己能力范围内也能做到的，而长期以来，这些职位总是要让荷兰官员把持，而让印尼人把荷兰官当作上级来对待。而通过日本人的到来，这印度尼西亚的本地官员产生了强大的自信，使我们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当2战接近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要求印度尼西亚建立一支由印度尼西亚人组成的军队，对美国进行战争啊，跟菲律宾发生的事儿一样。苏加诺甚至这个与菲律宾不一样的是什么？苏加诺和他的同僚们乐于照办，菲律宾没办啊，但印尼办了，印尼组织了一支军队。结果，当第一批盟军在爪哇登陆的时候，准备帮助荷兰人打回印尼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对面和自己作战的部队居然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自己的军队。
而且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坚决地反抗荷兰人重新建立殖民地的统治。因此，就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言，正是汉奸和傀儡成了最高尚的爱国者。这完全颠覆！我操，什么情况呀？印度尼西亚的汉奸是印度尼西亚的爱国者，因为印度尼西亚之前是被荷兰人的殖民地统治的。好了，印度，看看印度什么情况啊？印度的爱国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和日本人合作，也受到了类似印尼的苏加诺的尊重。1945年，这个印度佬苏巴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组成了日本控制下的印度国民军，打算用这支印度军队作为日本大举进攻印度本土时的一个重要开路先锋军，攻入印度去把英国人撵走。结果由于日本人在缅甸战场的失败孙立人远征军把日本人打败了，所以呢他的印度军队没有机会使用。后来在战争结束时在台湾上空飞机失事，这个印度人被摔死了。但是印度人怎么对待他呢？苏巴斯，印度人是把他当成一个罪犯，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民族英雄呢？答案是，直到今天，这个人仍然是印度的民族英雄，活在很多印度同胞的心里。1964年，印度发行印他肖像的印度邮票，而且印度还发行了印有印度国民军军徽的印度邮票。在战后，印度对所谓的印度奸以叛国罪受审时，甘地和尼赫鲁都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博斯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想不到历史还有这样一面，这是历史的 B 面再说缅甸我跟我们的近邻缅甸，日本合作主义者的行列中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就是汉奸中有很多爱国者，其中包括缅甸汉奸巴莫博士、昂山将军和1962年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奈温将军。巴莫是42年到45年的缅甸政权的首脑，也是日本控制下的首脑。后来他在写道，和日本人合作时感到非常自豪。巴莫对领导缅甸独立军的日本军官们推崇备至，说这些日本军官在唤醒缅甸人抗击英国殖民者方面做到了最生动、最活力的教材，言传身教，告诉了缅甸老百姓和缅甸官员，你们有能力独立，有能力自立。这名日本军官撑起了整个缅甸人的腰。巴莫认为，缅甸人对于自由和民族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日本军官开始的。那么由于缅甸人的脑子里开始只想自己的事儿，所以看到日本人从缅甸征集物资的时候，去打仗的时候，有些缅甸人心里边不平衡。巴莫激动地说，我们应该跟日本人互相理解，日本人从我们那里拿走了很多粮食或者支持战争的东西，橡胶之类的，但是我们也从日本人这里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激动地写道，巴莫激动地写道，我们缅甸这类亚洲所有的独立国家都欠日本的一笔债，正是这笔债使缅甸的对日合作者们，就是汉奸们觉得跟日本人合作不仅有理，而且还对民族有功。缅甸的这些汉奸们说道，谁也抹杀不了日本在给无数亚洲殖民地人民带来解放方面所起的作用。日本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取得的伟大而惊人的胜利，实际上标志着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完蛋。日本人在战时建立起来了各国的国民军，而这些本地的国民军接着就在亚洲二战之后的大部分地区掀起了独立精神和独立的浪潮。二战之后，亚洲民族国家脱离殖民地，出现了大量的自主独立国家，直接的原因就是二战期间日本的开蒙和制度的建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第一批独立国家，并承认这些独立的政府，包括印度。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交战国允许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谈论印度的独立。在最后总结历史时，这一切将比战争时期的紧张、激动和背叛更长久地留在人的心里。看，真实的历史书就是这么写的。我说的这些内容，你们可能根本就接受不了甚至可能会骂我、悲歌我。但是呢，正是因为我离开了中国，我再回头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是否中国人有些局限有些小肚鸡肠，有些偏执，
是否这种偏执是基于我们的这种对于自己的这种无来由的自信导致了无来由的自卑呢？你看印度啊，你看菲律宾，你看缅甸，我还没举泰国呢，泰国就更邪乎了。你看泰国，你看印度尼西亚，包括你看台湾啊，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我们的邻国，跟我们在晚清时代有类似的殖民地经历啊，或者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他们对于日本的仇恨同样的日本占领，同样的日本合作的这个本地汉奸的这种态度，和我们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研究汪精卫这个人的时候，先放下心里边的成见和有色眼镜，能够客观的研究汪精卫这个人呢？老王教主，您的祖国是加拿大，这个不用你提醒我，王慧那个臭傻逼啊，那个像你这种臭傻逼多的话，那中国人受罪还早着呢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代表加拿大，也不是代表中国，我是代表一个人人类的人，左右两只脚，中间2个蛋，这样的一个人，明白吗？